们会在后面加一个 TS，你就打 TS，然后这边有个 coordinate，然后这个节点。那你点了这边的话，它这边可以设定就是你是，比如说目前是1嘛，11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设定2，设定2了之后呢，你看它这边节点就更新，你如果没有更新，你这边要都打勾这样子。然后比如说我变到3，对吧？它就越来越窄了。哦，你看这样子就会影响。所以你 apply 之后呢，它就丢到这边，对吗？就会变比较窄。好，所以它是这样去控制的哈。然后为了说就是说让它去可以这个节点可以拉出来控制，所以我们会像下一个这个节点一样，就是我们会加一个 multi。那 multi 节点就是意思就是说混合的意思，混合成的哦。所以你会有一个叫做，我先讲一下这个啊，这个按一下 T，你按住 T，然后按左键，它就会秀出这个嘛，对不对？那它的快速键是看一下，好像没有快速键，没有关系啦，你就节点拉出来去搜寻 TEX 啊。然后呢，Multi 的快速键是 N 嘛，好 N，然后你也可以右键去搜寻 Multi，啊，这是一样的。然后加了一个这个，然后去连 A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这边同时可以去改这个数值，或者是呢，你要加一个那个这个数值嘛，然后这样子点。那你0的话，它就是都没有排列。那如果是10的话，它是变得很密嘛，就是它是这个 UV 去帮你去做排列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它就是会变比较密。那如果是1的话，它就变比较宽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讲一个概念，就是说我们会需要一个及时的一个更新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不想要一直按 apply，对不对？然后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数值上面按右键，选择 convert to parameter，然后你这边输入一个叫做就是直接你就命名啦，就是自由的命名啊，比如说这边就是 code， 或者是你命名成 UV Titan， 然后 apply， 然后呢你这边直接更改，它这边就直接是预览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是这个数值的一个差别。就是比较快啦，你就不用再去 apply 了哦。好，然后呢，你这边一样啊，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有去按右键选择那个 correct material instant 嘛，就是材质参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右键这边复制一个 instant，它会变成是 instant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先存档，然后丢进来这边的时候呢，我先复制一个，然后左边是原来的嘛，那你可以点这边 instant 2下，然后这边会出现就是你刚才设定的一个数值，要这个打开哈，然后直接输入这个，有没有？你就发现到左右不一样了，所以这是很快就是构建一个多样性的场景的一个方式，就是你可以使用材质跟材料去区分这个东西。好，然后要操作吗？操作一下。所以刚刚这边这个节点就照这边参考拉一拉就可以了。那主要是这个你 alpha 这边层啊，它其实就是你可以用那个贴图啊，或者是用数字。那你用数字就变成说它是45%或者50%这样子去使用哦。
所以差别在这边哦，就是阿法层这边，所以它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 A 是材质嘛，然后 B 是颜色，然后阿法层是大概0.5，就是可能50%，然后40%这样去混合这样。好，所以刚才同学问说这个 lab 是什么意思？就其实就遮罩了，它是用阿法层遮罩层去用 AB 去做混合。好，所以其实你这样连的话就可以连出来了。然后这个点点哦，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点点有没有？这个点点你就其实就是在节点上面按2下，它就有点点出现了。这样可以让它去做一个弯曲，就是你比较不会像意大利面啦，就是它可以去移动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刚刚那个阿法你也可以就是用成数值啊，然后这边加一个，哦，所以它变成是两个颜色去这样混合，而不是贴图。那如果是贴图是长这样子。那如果是1的话，是趋近于这个东西；那如果是0的话，就趋近于上面这个颜色。那.45的话就是两者混合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样子逻辑。然后呢，同时这边要讲一个，就是你这边它这个什么，就是贴图后面同时可以连一个那个刚刚那个什么 UV 的节点，好，所以一样是这边，我拿一个范例。好，随便用一个好了。好，假设是这样子，然后先连一下。然后这个是 metal。好，然后后面呢，你先把它排好之后呢，后面一样加个 property，然后加个 test encoder，然后一样就是这边加个 constant。就是混合层，然后你可以直接加，都是把这个都连到 UV 的地方，你就会一起。我怎么会变这样？哦，因为我用成0了，所以这样直接改。那你这样改了，你看啊，我这样改就是你这边 real time 显示它就是直接改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比较快啦，你就是直接贴进去。然后你在玩的时候啊，你看你可以参考这个啊，你可以参考这个蓝色的数值。你打开之后呢，这边的那个 detail 的那个面板下面有一个叫 physical，就是物理的那个重量。那它这边有打勾嘛，所以你建立的方块或者是这个球状哦，你可以下面打勾。你可以参考它的数值35.11嘛，然后你 play 的时候它就会掉下来，然后你可以去推它，这样就推大球概念。那你推的时候，那个金属的那个光泽会动哦，就这样。好，这个继续讲好了。然后下面这个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就是同样的嘛哦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就是刚才讲过那个所有的节点在解释在这边哦，就是 test code 是纹理坐标哦，这是这样的概念。然后呢，这边是我们会，看一下，
这个东西就是箭头，我这个好像我这有发送给你们吗？好像没有。你们就是 PowerPoint 的右键，然后选另存图片这样子，然后存成 PNG 格式这样。然后呢，通常就是设一个节点叫做 Panner 啦，Panner 是会影响这个 UV 的数值。然后呢，通常你是增加这个东西之后呢，然后增加一个态的数值的。那你可以使用简单的，这个比较复杂的话，那你可以使用简单是用这样子。好，这里可以连连看。我先加一个。然后新增一个材质球。然后它不透明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边要改成 mask 或者是 transparent。那它这边才有一个叫做 opacity。变全透明。然后看我是怎么连。哦，那可能我这格式有问题，这个我没有成功，我要用成黑白的啦，还是应该是正常的，对，就是要黑白啦。然后呢，你加一个那个叫做panel。然后它可以设定叫做 speed 值，比如说我们设成1，对吧？它就开始动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好像跟它怎么变倒退了，所以你要设成-1，你要看一下它节点怎么样跑。好，这样就有。那如果太快，你就是这边调慢一点。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去暗示那个什么，暗示玩家往前走。好，但是好像太慢了，0.5。然后这大概是这样子，让它有点动态了哦。然后我看我 PPT 什么，然后这边是加一个那个时间嘛，所以你的时间节点可以用这个东西去控制。所以它第一个它有 speed 节点有，然后第二个有 time 的节点，然后加一个 time。
然后这个 correct correct 这个也是你会后面加那个 test correct 的那个节点，好，所以加一个。哦，你看我这边数值加快的话，它就变得很快嘛。对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你看我怎么应用这个我才是在这边。这个东西你可以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是很那个什么，就是 instant 节点嘛，所以你看我可以增加一个 material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这边这样，然后我这边可以就是变更速度，相对比较慢哦，有没有？然后所以呢，我们也可以更改那个，就是在这边我们可以更改颜色嘛，对不对？把它这个颜色去做 color。好，所以在这边呢，你就有个节点可以打开，所以你就同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箭头这样。好，然后也可以使用做发光啦，这边直接可以做发光的颜色。那我就 copy 一个咯。好，它就设定就是它会发光这样子。然后你想要让它发光更亮，怎么样呢？就是怎么样使用呢？你就是再加个 multi 进来，然后复制一个节点改名字。那你其时调整，你右边就会去做更动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也是啊，你就 color 就出来了，你调200就很亮这样子，对吧？我们常见的那个霓虹灯效果。然后你看它这个色线哦，它也会跑到上面哦，就是，但是它阴影会怪怪的，对吧？好，那就操作一下。好，然后这个啊，就是这个专案档，如果你们要备份，你们就先把那个地图先存一存。比如说，你就存到你的那个档案里面嘛，就是你的资料夹里面。你就是比如说，因为这个档案很大啦，所以通常你就是这边按右键选 Show in Explorer，然后它就在里面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把你的资料夹给 copy 或者是加入压缩档储存丢到云端上面，不然的话你这边本来这个是蛮大的，大概1G而已，所以你就直接存你自己的资料夹啦。然后你好了之后，就是说就是下一次再把它丢到 content 的这个资料夹里面，这样子，在这里面，就是这个 content 里面哦。好，所以这样子好了之后，你就可以备份，下次可以继续用哦，就不用你就节点不用再重拉一次了，意思是这样子。然后还可以就是下次开地图档就是 open level 这样子，直接开你的资料夹就好了。好，这样子可以哦。
然后呢，下一个就是黑呢就讲完了嘛，然后这个就是上面这边呢、就一样的东西。好，那只是说它有一个节点是有分，把它 R 点跟 G 点分开来，然后再去叠加，这是一个分开的节点，就是它是一个也是算一个遮罩，但是它是 RGB 不同的遮罩，所以大概介绍一下就好了。就是它只能分，它可以做打勾啦，就是你可以区分 RGB 要输出哪一个，所以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，就是你可以这样去单独去输出，比如说只输出 R，有没有？它就会只会输出那个 R 点，所以如果是贴图的话也是，就是它只会输出这个红色的部分，红色的部分。那如果是只要绿色的话，就没有绿色，它就不会输出了。我觉得它只会输出绿色的部分啊，就是它这个彩色图啦哦。那蓝色它就完全没有，然后大概是这样的意思。然后这边的话，你们就照范例拉拉看，因为我们可能讲不到，没空啊。然后这个也是，就正弦函数，就是它是上下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们通常就是加在这个地方 word position offset。哦，你看这个范例，我们用一下看看。通常你就是拉一个这个延时进去之后呢，延时在这边，好这个，然后呢，你去它的材质球里面点两下，然后我们会加一个叫做 sign remap 的函数，然后前面加个 append，然后你就照这个连就好了。比如说我们加一个 sign，然后主要是后面要加一个 time，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有一个时间的那个 time 嘛，然后这边再加一个数值，这个数值是上下的数值，所以你就是增加两个，然后转换。那你记得这个名字要不一样哦，上下的那个距离，有没有？你看左边已经在动了，对不对？那就这样连啦，就好了，然后 apply 就好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缩小一点，那个人应该可以站上去。不行，他动就不行。这个所以跟之前那个 blueprint 很像，就是它只是材质在动而已。好，所以可以增加一些效果。这个都讲过了，其实都讲过。然后我们实例的话，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叫做，你
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，就是 Star Content 里面这边有那个金属啊，金属我们刚才讲过，然后还有比较重要就是玻璃啊，玻璃的话呢，你看它数值是这样子，它是变成是 Surface， 然后 Translate， 哦，这两个就是设定。那你其实你照它这个调整就可以，就是玻璃其实蛮简单的，就是只是说要多一个折射参数啊，哦这样子。那它这个只是说一个节点，让你可以去单独去调整。比如说我们增加一个 instant 之后，你可以单独就它的数值去做调整。有没有？这是反射度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折射数值，所以你把它套进去之后，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数值，这样。这个就其实就是你大概看一下它这个预设参数是什么就好了。然后金属也是差不多这样，只是它连的可能比较复杂，这个是 reference。好，所以我们建议你是从简单的去看的哦，这个也是。好，然后后面的话，这个大概讲一下，然后你们就是把我传给你们那个箱子先 import 进来，然后这边是可以调整那个它的撒点的参数，然后呢，这是闪烁材质，哦，闪烁材质。然后我们这边讲一下这个好了，这个我刚才有传一个贴图给你嘛，就是在下载的地方，这个魔法阵，然后它比较重要的是你照我的这个参数去调啊，就是我照一起给你们看好了。这其实蛮简单的，就是你们就照着连就好了。首先把那个材质加进来，然后拉进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加个 offset，跟刚才箭头一样啦，就是你要加到它出现 offset。然后呢，因为这个是黑色是那个就是去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在这边加个减法，好，这样子就显示正确。你如果没有加的话是长这样，就是反过来。好，你要加就是变这样。然后呢，加个那个就是一个颜色嘛，就是蓝色。然后加这边，好，就这样设定就好了。然后你看你要不要，你要加个旋转，就后面加个 rotate，然后就开始转了。然后你这边可以设定就是它的速度啊，对不对？然后通常这个啊，你可以用 Cube 加下去啊，比如说我这边用个箱子嘛，我这边刚刚下载一个箱子，然后你就是把它你可以用 Cube 或者是一个那个什么这个圆柱体，然后拉进去，然后放大一点。
你就是以不会露馅为主了。因为你如果是用方形的话，它旁边会有那个会有边边啊，就比较阿杂一点。好，那这样可以理解哈。然后你如果是太亮，你就把它调小一点。然后这个 speed 啊，跟那个走向都可以调啦，这边都可以调。好，这个就很快速了。然后还有什么？箭头这个刚才有讲。那你如果是要自闪烁，就是通常就是加个 sync，就是刚才我们有一个 sync 的那个材质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一样的，就是你就加个这个节点，然后加 time，然后它就会闪烁。然后想一下怎么用，这样子。然后就是加一个 sync 节点，它就变闪烁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的意思是这样子。然后就差不多啦，你就是把这个加一加哈，就是然后截图一下。那如果没办法截图，你就是开 OK，然后 F3就好了，好吧？然后如果你下次要用这个东西，你就是把它 copy 出来 ，OK？